在中国，一个看似平凡无奇的数字，背后饱含着沧桑和残酷。失信人和法拍房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，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就要来临。房住不炒，炒出了多少无家可归的人呢？2024年新年伊始，一组让人揪心的数据狠狠地打击着房地产市场。中国法拍房数量在过去1年猛增近1半，炙手可热的法拍房市场却成了一场悲惨遭遇的集中营，记录着一个个家庭资金链断裂的惨淡故事。失信潮汹涌而来，法拍房暗流涌动。根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信息，2023年2月仅有800多万失信被执行人。然而，短短9个月后的11月6日，这个数字飙升至近850万。在中国，失信被执行人意味着一个人已陷入资不抵债的绝境，他们的名字将遍布老赖名单，被限制乘坐飞机、火车软卧，甚至被拘留。官方在停止一段时间更新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，数月才恢复更新。截至2024年3月9日，公布中名单人数骤减至约830万人。神秘数字束之高阁，引发外界质疑是否进行了粉饰修饰。失信束之高阁，遗臭万年矣。古语虽美，但当失信人数据被吞噬无踪时，这句话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。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无情地将现实展现在我们眼前。2024年1月，全国各类法拍房挂牌数量高达 10.04 万套，较去年同期的 6.77 万套狂飙 48.2%。仅住宅房源就有 5.14 万套被摆上了拍卖台，这背后是多少家庭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困境？其实，去年全国法拍房总量就已经创下了惊人的 79.6 万套纪录，同比暴增 36.7%， 其中法拍住宅房源达 38.9 万套，增幅高达 43.01%。放眼过去5年，法拍房数量节节攀升，2021年的 16.8 万套是2017年9000套的 18.6 倍。法拍房生意红火，却藏着百万家庭的泪水。一套法拍房的背后，或许是一个家庭的倾家荡产，一片法拍房区的身世，更可能是一座城市的痼疾。2023年，全国各地最多的法拍住宅房源集中在重庆、成都、郑州、南宁、长沙等城市，这些曾经的繁华之地，如今仿佛蒙上了一层灰暗的阴影。有趣的是，即使法拍房数字在疯涨，但其真实成交率却在不断下滑。看看成交率就知道了。尽管去年全国法拍房挂牌量高达 79.6 万套，但实际成交的只有 14.9 万套，成交率仅 18.4%。今年1月的成交率更是下滑到 12.63%，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个多百分点。由此可见，法拍房的确是一门生意，但它绝不是一门红火的生意。那么，法拍房市场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呢？价格被狠狠压扁，或许就是最大的症结。去年，全国各地法拍房的平均成交折价率高达惊人的 76%， 在新疆、青海等地区，法拍房的折价率更是高达 92% 以上。一套原价1000万元的房子，在法拍市场上被砍到只剩80万元，这还怎么叫房住不炒？简直是毁家纾难。想必对于那些被迫走上法拍这条路的家庭来说，伤心欲绝只怕是一个保守的形容词了。法拍房与房价，一个恶性循环难以自拔。事实上，法拍房带来的灾难远不止此，它与房价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，两者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最终将楼市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。中国高官黄奇帆曾指出，当法拍房在某一区域的占比达到 20% 时，就会彻底击垮当地的二手房价格。届时，整个区域将迎来房价重新定价的大幕，那些原本打算像祖传家业般永久相传的房产，也将彻底贬值为一文不值的废墟。
而当房价下跌之后，又会引发更多人断供，更多房屋被拍卖，法拍房占比进一步攀升，最终形成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。事实上，在某些地区，这一循环现象已经出现端倪，甚至已经失去了控制。一旦陷入这个无底深渊，整个区域的房地产市场就将面临万劫不复的危机。以河南省洛阳市为例，去年洛阳住宅法拍房的挂牌量位居全国城市第13位，共有5721套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2023年上半年，这座古都就有3000多户家庭的房产被法院先后司法拍卖。这背后是成千上万个家庭在高房价和沉重的贷款压力下喘不过气来。一位姓张的中年男子便是其中之一。2019年，他以950万元的价格在洛阳购入了一套140平方米的房子，首付300万，贷款650万。当时他的月收入只有6000多元，但是对于购房的决心异常坚定。不过好景不长，疫情爆发后，他的生意陷入停顿，加之之前的投资亏损，很快就陷入了无力还贷的境地。2022年底，张先生被列为失信人，银行最终对他的房产做出了司法拍卖裁定。去年5月，这套原价950万的房子以折后价320万元成交，张先生血本无归，身无分文。目前他已经在外地务工，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则寄住在亲戚家中。而张先生的遭遇绝非个例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全年洛阳法拍房成交近1万套，其中约有7000多套为住宅。与此同时，该市二手房价格自去年以来也持续下跌，已经回落到了2017年的水平。一位当地房产中介透露，很多买家都在等房价再次探底，因为预计法拍房价格还会进一步走低。这就是一个怪圈，法拍房数量多了，房价就降不住，房价一旦降了，又会导致更多人被迫离场卖房，形成了恶性循环。这名中介一语道破了当前局面的关键，一时半会怕是难以形成有力的破圈方式。细看各个城市，法拍房的灾难已在蔓延，隐患遍布全国各地。2023年，重庆、成都、郑州等城市成为了法拍房泛滥的重灾区，住宅法拍房数量高居各城市前列，引发当地房价剧烈震荡。而北京、上海等一线城市，由于依旧保持着较高成交率，暂时幸免于难。不过，根据中指院的预测，2024年法拍房还将进一步增长。一旦增长速度突破某个临界值，恐怕任何城市都将很难幸免。当前，在高库存、高负债的双重压力下，开发商破产的恐惧正在升级。房地产是拖累中国经济的最大因素之一，一旦出现大面积失控，整个国家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都会被引爆。最可怕的是，即使房地产企业加速去库存，由于居民杠杆率居高不下，信贷持续恶化，法拍房仍难以遏制。这是一个无解的死结，堪称中国经济的超级黑洞。中国房地产的寒冬即将来临了。在这片汹涌的灾难海洋中，中国人又将迎来怎样的未来？2023年被称为是裤腰带勒紧过日子的一年，然而眼下的形势看来，2024年这根裤腰带恐怕要勒到窒息的程度。几年前，国家鼓吹房住不炒的理念就已被视为一纸空谈。在如今的环境下，很多人只希望房价别再跌了，别让自己彻底陷入法拍漩涡。中国经济正在步入至暗时刻，在可见的未来，法拍房不断攀升，房价持续下跌，居民信贷恶化的漩涡将纠缠不休，构筑出一片阴霾笼罩的房地产冰川时代。